各位学员好，今天是2014年5月23号。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有关于智慧财产权的授权和和解契约。那我们的标题是富贵险中求谈智财授权和和解条款的拟定与执行。这一块。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今天我跟各位讲的部分，我先再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本科是生命科学，后来转做专利工程师。然后后续有修读法律，成为律师，所以我的学经历背景都是以科学制裁为原则去进行那个研究。那因为我本身也有在台北市的万华区公所担任调解委员，那我有处理到一些像是实体上的车祸、借贷、智慧财产的侵害的这个和解契约调整。那不管是在区公所还是法院还是地检署，都有一些相关制裁案件，所以我想说跟各位做今天那个标题的这个有关于和解这个部分的介绍啦，而且为什么要去订定和解条款这个部分也会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动机的部分。那我们公司跟事务所主要还是经营专利商标的这个申请为原则，当然同时也有处理一些智慧财产权的维权维护的这个争端。那著作权、职务制裁是我们也有在处理的部分。职务制裁的话就是跟品种权有关。那这个部分后端维权的话，就是会由我跟李一专李律师一起协助为那个各位客户和学员做一个处理。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程内容，还是会有3个子标题嘛，就是智慧财产权的相关授权的定性，就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合约呢？然后再来是说，当你在主张智慧财产权的时候，它有一些相关的主张跟声明，有一些是法律上面的可以支持的主张，有一些是客户在商誉维护上面的需求，但是法律上面不见得能够完整满足，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选择用和解的方式，在一些登报道歉这些条款上面去尽量满足客户的期待。这是有一点点落差，所以这就是和解契约有需要存在的原因。那我最后就是我再讲一下，和解有很多种方式跟场域，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就是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子。那这个部分这个子分类，因为我们的课程还是以1小时为原则，包含问答，所以会想说这个就是给各位讲义做参考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智慧财产权的特质。我有稍微看一下那个这一次来报名上课的学员的背景，有不少是跟智慧财产领域有关的。那有一部分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智财领域关联度有那么高，但我相信对于智财是有高度兴趣。那我这边还是就基本的那种民法的那个原理，跟各位讲一下智慧财产权的那个定位，那你比较能够了解后面合约的定性的部分。智慧财产权它是被归类在无体财产权的内容之一，就是它是属于没有形体的财产权。那没有形体的财产权的话，就很容易被我们现行比较有在行之有年的这个有体财产权的制度，就是动产和不动产的一个相关法令去做一些基本的比较。那动产的法令的话，基本上动产在有体财产权的世界，动产通常是比较容易移动的资产嘛。那他们基本上会有一个所谓的占有的外观，就是比如说我拿着一个杯子，我拿着一支笔，你会形式上看起来我就是持有它。我持有它的话，你会推定，假设我是合法取得的情况下，我可能是买断或是借的或是租赁，本身就会有个占有控制的外观。可是智慧财产权它是属于无体财产权的话，它其实我没有办法从一般的路人甲乙丙丁看得出来它背后是不是有产生过什么创作。换句话说，智慧财产权它的无体性会导致说它跟有体财产权的制度会有一些根本上的差异，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谁形式上面是持有这个智慧财产权的，所以智慧财产权的归属就会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会觉得像是专利跟商标的话，基本上它是透过注册保护的方式去做处理的，它形式上面会有透过一个政府公报的发布方式来知道说这个智慧财产权是存在的。可是像著作权跟营业秘密这一类的智慧财产权可能就比较难，因为它是创作就获得保护。
那既然创作就获得保护的时候，它有一些要件，并不是一开始你就能够清晰的了解说它现在就获得保护，它可能是到后面法院或是检察官在判断的时候才会说，这个其实不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标的，这不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标的。那你要这样反复去做刑事上的那个救济确认，这需要蛮多的时间。所以虽然有人说著作权跟营业秘密，它在创作的历程保管上面是比较成本比较低。可是其实在维权上面，它的归属认定会比较复杂，因为我要说它很严格嘛，有时候好像也没那么严格。可是你说它很简单嘛，它也不见得每个案情都很简单。那这个浮动的这个内容，就会导致后面律师或是相关承办人在处理智慧财产权的定性、契约或是维护的上面，会有一些先天上面的困难，那就会导致你后面的和解契约在订定的时候，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尤其是谁有权代表去签署这个和解契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签错了和解契约，你可能就是和解错对象。那基于和解契约的特质，它可能会抛弃彼此的请求权。那它是不是属于和解契约本质上面一个重大的认识错误？那就又有的吵了。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要尽量在一开始签订和解契约之前，要去做一些相关文件的确认，会比较安全安心。那我们刚才讲的动产的部分，会在智慧财产权会欠缺所谓的占有外观之外，它的替代制度是智慧财产权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登记制度，或多或少会有推过一些登记制度，但它的登记制度在立法上面，台湾采的比较像是登记对抗主义。可是，在推广上面，在法院实务上面，似乎又不全然如此。那因为这个细节，我觉得有点复杂，就是基本上你有预算，就是先登记就对了。因为你不管采登记对抗或是登记生效，其实登记都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程度以上的保障。所以像专利商标的登记，或是著作权有一些相关的后续的处理，如果它有一些登记制度可以推的话，我都会建议说，你就付点钱就把它登记起来，这样你后面再去跟法院做权利维护的时候，你只要出示主管机关登记的那个资料，会比较好去跟法院解释。因为法院一定会问说，你怎么不登记？这样子是到底是因为你发生权利变动的时间点跟你登记的时间点落差越久的时候，法院就越难去评估你到底权利发生变动的时候跟登记这个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不可测的对方或者我方的一些举证上面的不利益。所以我会基本上都会建议客户说，你可以登记你就先做登记，这样子我们会比较简单。那至于有人会说，登记的话要提供哪些文件？我们通常都会把一些制裁授权的或是买卖的那种节录本，就是另外摘要附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给主管机关去做登记啦，就是不要把一些细节的商业条件，就是比较原始的合约直接当做登记的内容，而是把节录本的方式去把它放到那个智慧财产权的那种登记合约，日后可能也避免被人家或是法院去进行调阅的动作。所以我会说登记制度跟不动产略有差异，就是因为说我们国家的不动产是明确采登记生效主义，就是都是以不动产登记簿上面的相关资料可以绝对的当做是一个记载的内容。可是智慧产权严格来讲不是，可是实务操作上面又很像是。因为我之前在处理一些假扣押假处分的案件，明明就是我这边是先有去做变动的，可是一旦被假扣押假处分之后，就算我可以举证我的时间早于对方，但是法院实务是执行处的实务是，你还是要去打一场法律上面的争讼，他没有办法做刑事上的判断，所以这个实务跟现实的，就是这种差距，可能我会觉得可以登记就先登记。但是有体财产权跟无体财产权的差异就是有一方是在这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差异性导致于无体财产权，它好像有一个权利公示外观上面不可测的风险，但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的权利外观不明，所以它在授权的过程中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它不需要透过
比如说你是动产的话，你要把东西最后一个买卖，你就要透过一些物流运送去寄过去。可是你在无理财产权的话，你只要合约电子合约跑一跑，它就授权完成了。那你说它需不需要登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登记的方式比一般的不动产制度再略微宽松一点，然后也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就内容可以有一些讨论的空间。那它跟其他无理财产权的比较的话，基本上智慧财产权它的重复实施的方式次数都比较容易，而且成本也比较低。那我这基本上是跟一般民法的债权啊，或是一些物权的一些物上请求权去做一些比较啦。那智慧财产权它的特质会导致说，它在定性上面，它到底是属于买卖，还是租赁，还是合伙，还是和解，这个契约会跟你要解释的条款会有关。比如说，我今天买走一个智慧财产权，把它买断，就比如说我花300万买了一个珍珠奶茶的那个制作珍珠的专利，好，虽然当时是没有申请啊，但假设有这个专利，然后我们就去把它买下来，用300万买。那我把它买断，就真的是白纸黑字，然后赋予一个权利转让，就可以去智慧局去做登记。那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买断智慧财产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就是也符合民法的买卖在个的说明嘛，一方移转财产权于他方，然后他方又会支付价金嘛，就是在买断智慧财产权。那如果是租赁呢？以前有个民法的老师林承二，他是在他的民法的那个教科书里面是说，权利租赁就是智慧财产权的授权契约。哦，这个也在智慧财产权的老师的眼光来讲，好像算是讲对一半。因为租赁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有体财产权才有的制度，它基本上在动产上面要有一个占有的外观，比如说，我去漫画店借个书，然后有付钱。那我就有一个租赁拿到那个书的过程嘛。那如果我现在是租一个土地或是租一个房屋住在里面的话，那我这个部分就也是有付租金，然后会有这个占有不动产的外观过程嘛。好，那所以这个在有体物的世界，租赁才是一个常见的形态。那你换到无体财产权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占有权利的外观嘛。你会有一个行使权利的外观，就是本身以著作权人或是专利权人自居去行使权利，可是这就会产生租赁的效果嘛？也不是嘛。所以这个租赁的部分在智慧财产权的话，它就会有讨论的空间，就是是不是只有限制在专属授权的情境，比如说我许某某就是专属授权珍珠奶茶的专利10年，10年专属授权全部。那如果那个珍珠奶茶的权利只剩下10年，那我专属授权10年全部，那我其实这样比较像是买断嘛，因为我已经全部都收走了。好啊，那如果我10年只有用了5年，那是不是又有点像是租赁的性质？好，又有点像租赁的性质。那可是我在授权的过程中，我的权利维护到底是要由我这个被授权人去支付钱，还是要由就是那个权利那个年费那个维护费，到底是要由谁来去支付？这就有一些个案讨论的空间。好，那租赁是其中一块，就是它会有一些租赁的性质。然后再来就是合伙跟和解，我会觉得实务上面比较有机会用到的是合伙跟和解。它用在什么情况？它通常就是智慧财产权的授权契约，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授权权利人授权许律师10年的珍珠奶茶专利。好，我这10年都可以自由的在台湾运用，然后结果在第5年的时候，专利就灭失了。好，专利就灭失，就是可能又被人家举发撤销，因为可能有同业会想要去使用这个专利嘛，他就去做一个举发，他举发成立的时候，专利就没了嘛。那专利没的话，那我的专利授权这个契约，我付的钱可不可以拿回来？可不可以拿回来？因为专利的那个举发撤销是溯及一开始就不成立嘛，就是一开始就没有这个专利嘛，它不是向后失效嘛，它是溯及既往，自始就不成立。就像是各位做了一场曾经有专利的梦一样，就是它可能根本就没有专利嘛，可是实质上它就是有缴一些年费嘛。那法令上面就是有说你已经缴了年费，不可以要求退回。为什么不可以要求退回？因为智慧局还是有花人力去维护啊，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中间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今天说一个东西溯及既往消灭好了，可是实质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有付出劳力，所以智慧局也有付出维护权利人刑事存在于那个专利公报上面的就工作，所以你付给他的年费并没有白缴啊。那你说最后专利无效了，那为什么不用退钱？因为他有做事，所以并没有真正完整上的不当得利。如果他今天拿钱完全没有做事，可能就有讨论空间，那你说今天是一个授权契约的过程，我有每年都有支付相关的授权金、权利金，那为什么后来权利消灭了，表示这个专利自始是无效的？为什么我不能退钱？好，那他的理由是说。当时的理由是说，你今天会买一个无体财产权，或是进行一个授权的过程，其实会去评估这个市场还有权利的有效性，因为你在买卖或是授权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过程中，会做一些一些评估。那你决定要买的时候，再来就是这个部分大部分都是商业人士啊。商业人士的话，会认为说预设你有一些专业判断能力，你有专业判断能力，所以当你决定要买，花500万去买。而舍弃花个3万5万去滴那一个产品，就是那个智慧财产权到底是有效无效，没有去做一个 research， 然后你又是同业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新颖性、进步性，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嘛。因为有时候同业就会觉得说，这东西不是多少年前就有了，那你这个专利的有效性不就有问题吗？好，如果你有这个认知的话，你基本上是不会跟他取得授权嘛。所以在法院的系统里面会觉得说，你跟他取得授权，表示你理应有做一个相关的基本的就是有 due diligence， 就可以去确认说这个并不是完全无效的。那当你一旦进行授权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个很像类似合伙性质的风险，就是你们双方其实就有点是某个程度上认同这个专利、这个商标著作都是有效的。那如果你都是有效的情况之下，将来专利要是被举发撤销了，这也不是权利人一开始预期得到的，那你这个风险就要跟权利人一起分担，所以已经支付的权利金就当然是没有办法要回来。可是如果你有预先支付未来几年的权利金，或者是权利人曾经在申请专利的时候恶意骗，就是他可能是拿一个已经公知的东西拿去做专利申请，最后被举发掉了，或者是那个是别人的心血结晶，然后被这个专利权人假冒，然后去取得专利，所以这个假冒专利权的人，他对你来说，对于这个被授权的人来说，会有一些义务，必须要返还一些就是已经给付的权利金。好，我觉得这是特例可以去做个别的讨论啦。可是如果都没有这些特例的情况之下，你的签订授权契约会有点类似这样的和解的性质。你没有办法再去针对已经支付的、已经发生的、已经支付的权利金去要求返还。好，那我们实务上面在进行智慧财产权维权诉讼的过程中，法院也会问说，这个双方有没有和解的空间？有没有和解的空间？好，会这样问。然后问到后面的时候，我说好，对方就说愿意和解，但是他要附一个但书。侵权行为人就说，但是如果这个专利日后无效的话，必须要把钱退给我们，好，那是我以前在那个民国100几年的时候打了一个那个民事诉讼案件，就是它是个设计专利，那当时就是对方愿意和解，在法院的那个磋商之下，在2审愿意和解，但是和解的条件是说，如果哪一天发现这个专利是无效的，那我这次给付的和解金可能大概是几十万，就要退回。那法院就觉得说这不是办法，因为对法院来说，尽量减少，就是要做成一个断尾条款，就是后面不要再有任何纠纷发生了。那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设立一些附条件的和解，就是你要履行什么，我要履行什么，然后我做完什么，你又要干嘛？好，就是会有一些条件。基本上就会希望说就是赢货两讫嘛，就是我不跟你追究了，之前也就算了，然后你就不要再侵害，然后你就付给我多少钱，这样子就一次把它付完。这样如果你付完了，对方付完了和解了，那如果日后这个专利真的无效了，这个和解契约会不会有一个认知上面的重大瑕疵的无效？不会，
就是法院实务上面认定说，如果你在智慧财产上面和解，一旦和解了，你在某个程度上你是同行，就已经是屈服于他的对于专利的商标的这个有效性的论述，所以你后面就算是这个专利商标无效，日后无效，你先前和解的和解金也不能够要求返还。这是要签和解的，要付钱那一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签和解，你还是花一些钱去请专利商标事务所把那个专利的有效性去做一些比较严谨的判断会比较好。如果真的找不到，我觉得就支付和解金也是一个方法啦，也是一个方法啦。然后通常在和解的过程中，如果有多位被告的话，通常是比较早和解的被告可以拿到比较好的和解条件。那我们这个智慧财产权的授权，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去讲。那这个是在讲说，以一个动产的制度来看，我们都是因为我都要跟别人介绍智慧财产权这种无形无质的部分，我还是习惯用有体财产权的制度去讲解，然后再去说明它中间的差异是什么。好，我有一个建筑物，好了，有分1楼、2楼、3楼。那1楼是自用，2楼是出租给别人，然后3楼也是出租给别人，然后别人就是可以去做桌游俱乐部的那个招生，就是会员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任意的使用，可以打桌游，就是屋主会提供一些桌游，或是管理者会提供一些桌游给那个会员去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小偷，他偷遍了1、2、3楼，都有财物损失的情况之下，请问1、2、3楼的主张权利的人是谁呢？可以主张财物失窃的会是谁？1楼很明显就是自己用，就很明显就是权利人自己嘛，对不对？那2楼的话，如果是出租的话，租给别人的话，基本上里面的财物如果不是房东付的话，而是房客他自己带进来的，那失窃的人就是房客嘛。那房客就是自己去跟那个窃贼去主张权利，返还那个相关的价金或者还回原物。那如果是桌游俱乐部的话，就是经营管理的人看是谁嘛，是屋主管理权人的话，就是由屋主去索讨。那如果是房客，就是当2房东去做那个收会员的动作的话，他就是由他来去主张相关的权利。那如果今天是会员之间产生纠纷，比如说打牌、玩桌游不遵守规则，或是打牌的过程中毁损了一些俱乐部的公物，毁损椅子，那请问谁可以跟他求偿？会是会员跟会员之间吗？好像不是嘛，对不对？就是会员要跟管理者讲，然后管理者再依照管理规范或是签订的民事契约去跟他主张相关的求偿嘛。那你就可以从这边中间发现说，我们在一些签订的那个智慧财产权的授权合约，假设我今天我是北部的经销商，然后我找了一个，就是我是专利权人，然后我想要找一个中部、南部的一些代理人，就是在那边帮我拓展市场。我一定是找了一些合作的伙伴嘛，比如说我开发出了珍奶的这个专利，可是我是生产商，我不是门市的经销商，那我一定是去找一些中部、南部有一些相关的茶叶业者可以配合，那我就会授权给他。那如果中部的经销商他要把握自己可以吃下整个市场，他不要跟别人平分，他就是会考虑去取得一个所谓的专属授权嘛，可能专属授权专利或是商标。那专属授权的情况下，它在专属授权的范围、空间、时间以内，就相当于是一个权利人的地位，它可以主张所有权利人可以主张的事物。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很像是一个房屋2楼出租给别人的情境？好，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就是承租人就相当于在承租范围内跟时间内，就相当于是一个所有权人可以主张任何权利，这就是一个专属授权。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桌游俱乐部的会员，会员之间就是可以去使用这个场地，你只要遵照会员规则可以去使用这个场地。可是彼此之间不能够排除说，我在玩，你就不要玩。就是其实会遵守一些规则，可能先到先玩，或是要等待，或者是要就是某个特定的时间。那这就比较像是一个非专属授权，每个会员都可以去实施这个智慧财产权，可是每个会员都没有办法去禁止别人，或是禁止侵权人去实施这个智慧财产权，差别就差在这里。所以专属就比较像是你好像权力很高，就是你也可以排除他人侵害的角度。那非专属的话，就只是你有可以使用，
甚至有人会说类似那种防止诉讼的那种防诉抗辩，就是按你用就是不会被告，不会被权利人告，就这样子。那我们来看后面，先前有提到这个遏止侵权的手段，我们一开始是会先从所谓的法律咨询、保全证据，进到发函，提出一些那个网络的声明，或是那个登报的声明，然后后面诉诸司法，看是民事或是刑事还是行政的那个争议，去把它提出来，然后到案件结束。上一次在做那个分享的时候有提过这个流程嘛？那我们这一次就会针对发函声明跟诉诸司法，还有它的结案方式。结案方式就是特别指这个特别指这个和解这个步骤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在看这个我们法律上面的请求权的主张啊，它会有2大类，一个是排除现在或未来的侵害，排除现在或未来的侵害。那你说过去怎么办？过去的话，因为目前大家的实务认为说，智慧财产权还是偏向于一些经济上面的损失，所以过去的目前大家都认为过去就让它过去，就是看要赔多少钱，是赔钱的问题。所以我在主张一个排除侵害的时候，法院会问说，他现在还有在做吗？就是在问说，你有没有需要去主张排除侵害啦？那如果其实对方已经没有在做了，你去主张一个排除侵害，就不是在防止现在的危险，而是防止未来的危险嘛。那你可能会缴多一点裁判费，你可能就需要缴多一点裁判费，因为裁判费的核算排除侵害，它是150万加10%，165万的基础去计算裁判费。那损害赔偿请求，如果你只要到40万的话，我有时候会建议客户说，你有很计较他现在继续卖吗？然后客户可能会说，他现在已经没有在卖了。那我说，那你还要主张排除侵害吗？他可能会说，那就不需要了。那你的裁判费就会省一点。那我们在前面法律上面的主张，可以在发警告函、发律师函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写在里面。好，那具体的诉求，白话一点就是说，我要请你把那个哪几款、哪几个型号的产品涉及侵权的部分，麻烦你下架，就是把它从那个货架上面拿下来，或者是已经发布到经销商的部分，请他回收，不要在那边再出现了。好，就是下架跟回收，这2个是常见的说法。然后有一个叫做销毁，一个比较古早的说法。销毁的话，因为这个销毁的部分，实务上面曾经有执行过，但是执行到后来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以前有在讨论说销毁要怎么执行，交给权利人吗？就是把那些涉及侵权的产品交给权利人吗？然后就有部分的权利人觉得说，这个仿品做的也不错，我那个权利人把它销毁，还要找人，还要去找回收商去处理，这实在是很麻烦。那不然我把它的标签改，当做是我的正版的产品拿去卖，因为权利人有授权，有重新改标贴标签，那就可以卖了嘛。所以交给权利人的话，他就可以卖了。那卖了之后，就那个侵权行为人就有点不爽，就会讲说，他后面不是已经有跟我求偿了，那我把他这个销毁的东西又交给了他，那这样子不是就是好像一头羊剥2层皮吗？虽然他是侵权比较不对的一方，可他交给权利人这件事情，如果权利人拿去卖怎么办？好，权利人拿去卖怎么办？所以后来就变成说，那是不是交给法院去执行销毁？可其实法院也没有人力物力去做销毁这件事情，就会说不然你就是权利人去找就是回收商，然后法院就是命那个对方把那个东西交给回收商。那有时候就是那个清点的不全，所以虽然以为是有300个产品在库存，可是最后找来找去就只有280个，所以你还是有20个无法销毁啊。那20个无法销毁，你怎么办？侵权人会说，这是我当时在记录的时候记账错误，应该是280个，不是300个。可是你怎么知道它是卖掉还是怎么样？所以你最后那20个还是会跑到损害赔偿的请求去把它算在赔偿金里。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销毁好像就有点暧昧不明啊，就是
它毕竟就是销毁了一个有体财产权的商品。可是站在环保还有那个经济效益的立场，会觉得说，按你这样销毁不是很浪费吗？是不是可以把它捐给公益团体，然后去做一些处理？好，这边就是会有一些讨论空间啦，就是看那个法院，因为法院有可能在撮和解的时候，会针对这个销毁的部分提出一些建议。因为实务上面，法院已经几乎不太会去判这个销毁了，因为毕竟不是毒品。然后仿品只是一些经济上面的损失，它也不会有就是身体生命的危害嘛。假设真的有的话，那是仿品本身的问题，那也跟智慧财产权也是无关呐，所以这个销毁其实现在有一些争议。可是我们在法律上面在纯正细谈的时候，不用管法院准不准许嘛，因为法院准不准是法院的判断。那我们客户如果有针对销毁有需求的话，我们还是会把它放在律师函里面去做请求。那如果对方愿意把这个该销毁的产品交给权利人销毁，并没有不行啊。所以我这边写法律上的主张，排除侵害类型里面，下架回收是确定是比较可行的。好，下架回收是比较可行的。那销毁这件事情，法院实务上面是有争议的。可是如果你在对方愿意签约交付给你的状态下，你这个销毁还是可以放在律师函里面是没有问题的。那排除侵害这一个类型就说明完。再来就是损害赔偿的请求会比较麻烦，麻烦的点是，其实就是第一个，你要怎么样确定它数量是多少？他会说谎啊，就是侵权行为人有没有说谎，你没有办法证实嘛。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发函的时候要求，如果你有想要和解的话，你应该要去说明这个数量是多少，就是已经卖多少。这个对于侵权行为人是一个有点两难的情境啊，就是如果我这个和解没有谈成，那你在讲这个数量，不是等于是拿枪把枪交给别人打自己的头吗？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去切结数量、呈报数量的时候，你基本上就要有一个和解的打算了。因为你在呈报数量的时候，一定会有进口，一定会有制造嘛，然后一定会有销售嘛。那如果你制造1000个产品，卖了500个产品，那人家就问，那剩下500个去了哪里嘛？你一定要对账要对得起来嘛。那如果你做了1000个产品，仓库只有400个产品，那其实你就说你有600个卖掉了就好嘛。那你说有销毁，有销毁的话，会有销毁证明啊。因为事业产生的那种废弃物，基本上也不是随便垃圾袋包一包就丢掉。那如果你垃圾袋都包一包丢掉，我相信那个数量也不是很多啦。这个如果不是很多的话，就是应该是要把它算到销售的数量，在切结上面可能会被作为这样的计算，或是正负10%的误差内可能会不计。账号会做一些这种条款的那个拘束。那当然，我们在法律上的主张就是请对方把这些相关的那个已经销售啊、进货啊的那个数量都要去做如实的呈报，去确认。那确认好之后，你就可以去概估一下，如果你真的上法院的话，你可能会有多少的主张金额可以成立。好，比如说在著作权里面就有一个100万以下，或是100万以上到500万以内的那个这个损害赔偿金的酌定。好，100万以下故意的话就是会到500万以下这种酌定说，这个恶性重大数量很多，是不是可以酌定那个200万赔偿这样子？那也有一种是像商标，它可能会有一些像是早期是有一个1500倍的计算啊，但是这个1500倍的直接推估1500倍这个部分被拿掉了，因为有一些精品它的内容物其实没有办法快速的推到那么多，因为那当时的说法是说，你会被发现卖到10件，可能私底下已经卖了几十件，所以你直接只主张抓到的部分，其实对权利人来说会有点不公平。那这就会涉及到损害赔偿的计算，到底要用侵权人，就是潜在被告的所得利益，还是要用权利人他的所得利益去计算？这两种算法会导致你计算金额方式不同。权利人所得利益，我会觉得法理上面比较合理，可是
举证上面非常困难，因为你说对方卖一件，你就少卖一件吗？这个举证要怎么达到？我到现在也不是所有的情境都有办法。怎么说？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呢是电动，对方的产品仿品是类似的产品是电动机车，然后我们卖的是吃油的一般的机车，好啊，外观新式样，设计侵权。那请问买电动机车跟买吃油的机车的族群一定都一样吗？就其实没有100%重叠嘛。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证明他卖一台你就少卖一台？你们价钱区间也不一样啊，也许他们的比较便宜啊，但是他们的有些可能是配合一些租赁，有些可能是不同的方案，所以你要这样一概而论，其实会有点困难。所以权利人所得利益一直上面都会有一些损害赔偿因果关系的状况没有办法建构。我唯一可以想象的是像一些特殊的医疗器材或是一些特殊的医药品，因为它可以使用的适应症很特殊到市场上面就只有1-2款药物有在卖。那1-2款药物有在卖，台湾就只有这一款。你卖一个侵权品，不就表示这边开一颗，权利人就少赚一颗？这有可能可以算得出来。可是这个很限定领域的话，我目前的客户大部分都还是很难有办法举证到这么细的因果关系。那所以实务上面比较好去做计算的就是侵权人所得的利益。但侵权人所得利益在实务上面讲归讲，还是会有一些困难点啊。所以这个困难点就会用损害赔偿额由法院来酌定，著作权有这个规定。然后还有一个商标法的规定，就是说推计1500倍以下那个1500件的那个损失去计算嘛。当然就会有一些还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服务这个商标的保护的类型，服务本身就不是物品啊。那你不是物品怎么算1500件？这个适用法令上面有时候会有困难。那专利的话，最麻烦的是说专利就是比较像是侵权人所得利益去换算他到底赚多少，让他变成一个赚不到钱帮人家打工的人，就别人就笑说这是打工仔。那打工仔的话，就是他做了一趟白工，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但是依照国税局的一些毛利率跟净利率的算法之后，那个利益都要交给权利人，交给权利人之后，如果恶性重大的话，可以再酌定为3倍，3倍很少成功啊，大部分都是1.5到2倍多。好，这个部分就是损害赔偿的酌定部分。那对于权利人来说，有时候麻烦的是举证啊，因为你要去举证对方赚多少钱这件事情，你就要做一些充分的证据支持，才有办法达到这一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没有进入法院诉讼之前，会试着跟对方协商说，你侵害的数量就只有这么多，要不要试着担保这个数量为真实的情况之下，就是约定一个赔偿金，然后我们就这样和解掉就算了，你也不用请律师，我们也不用请律师，虽然我们已经请了，那这个赔偿金额就比较可以谈啦。因为你进了法院，双方如果都付个7万到12万去请律师，然后1审打完再打2审，2审打完不一定有3审啊。那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成本不断往上叠嘛。那如果你这个侵权的金额计算其实只有8万到20万，那也许是不是直接8万到20万和解掉就算了？那如果你有再犯，就是权利人有那个侵权行为人有再犯的话，日后就是用惩罚性赔偿去做处理。我通常会建议，就是如果维权上面有成本考量，或者是胜诉把握不确定，就是不一定会赢，因为某些情况不一定会赢。例如说，对方可能会相信这个商标侵权产品是真名平行输入，有蛮高的几率，那我就会觉得，那这个是可以考虑和解，就是把它签一个和解书，上面把它写清楚。然后还有一个是客户会蛮喜欢的登报道歉，就是以前的那个洗门风，就是要解释跟别人道歉，跟那个邻里乡亲说，对不起因为我侵害了这个相关的智慧财产权，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通知大家以后小心一点，不要买错了，买到这个侵权品。那这个登报道歉，因为有时候制裁的侵权赔偿金算一算，就是金额可能就10几20万以内，
然后登报却也要10几20万，那这样不是变相在惩罚侵权行为人，2次惩罚吗？所以登报道歉后来在专利跟商标的法令都把登报道歉拿掉了，大家都觉得说你回归到民法的，就是人格权或是商誉权受侵害，回复名誉就足了。可是后来发现说那个回复名誉在民法的基础上那个要件很难呐，回复名誉就足了，可是就是很难回复名誉，就是商人就是商誉上面的回复虽然是可以算钱啦，可是在智慧财产权里面又觉得说我已经算过钱给你了，商誉的回复请求金就不要再算了吧，不然早期是可以另外就商誉的损失再去算一笔钱。可是商誉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概念，所以这实践上面也比较困难。所以登报道歉大部分都是透过和解契约或者和解条款去拟定，让对方可以去执行这一块。这一块，那你说对方是不是一定可以要对方道歉？如果你进入法院诉讼的话，就有困难。而且著作权他说可以登报道歉，其实也只是把判决的一部分或是全部去登报，他其实对方还是不愿意道歉，你也没办法。但是你可以看判决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和解契约的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在你和解契约的时候，你要先确定到底这个智慧财产权是不是对方可以行使的，尤其是著作权，下一页简报其实有讲到，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委托别人去处理这个，假设是程式设计好了，委托人有委托别人去做那个程式设计去做处理，然后那程式码有约定归属在委托人身上，好，那个 A 跟委托人有这样约定，但是因为 A 可能他有一些分包，有一些下包可以去厂商去委托，他就去委托了 B， 好，他委托了 B， 可能一部分或是全部的程式就是请 B 去做，那 B 也许又会再复委托给 C， 好，这不得而知。那你说 A 跟委托人有订合约说 A 如果再复委托给 B 的话，他应该要跟委托人报备，经过同意后才能够许可，就是复委托给 B。那你说他没有报备的话，后面 A 跟 B 之间的承揽合约会有影响吗？那这就是债之相对性和物权的对视性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债权契约，债之相对性，我现在简报上面的这3个合约都是合理，都是合法的，到最后它都是合法的。那你说 A 没有跟委托人报告，就跟 B 签约，这样可以吗？答案是理论上不行，它是违约了。可是违约了不影响 A 跟 B 之间的合约啊。好，这是委托人要不要跟 A 主张的问题。那你说委托人怎么会知道 A 的交来程式码是不是找 B 还是 C 去做的？现实上面就有困难嘛，因为我们在这堂课一开始就讲说智慧财产权的无体性，所以它没有一些公式的内容的话，它其实很难判断，它只能透过切结担保去确保说 A 不至于太严重的违规。那如果今天它真的还是违规呢，那就会发生说，今天真的发现那个程式码的那个侵权行为人出现了，侵害人出现了，委托人可不可以提告？他是不是一个适格者，就会变成发生一个问题。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案件是，对方是做那个婚礼上面沙画的那个创作者，对照是这个，但是他其实有外包给就是本案例的 B 和 C， 好，那实际上他委托人 A 应该是负责人本人去委托对方啦，可是他因为用公司去对我的当事人去提告，那就发现说后面诉讼过程中把这些合约都调出来的时候，发现其实 B 跟 A 之间。A 应该是公司的负责人本人，所以他提告的过程应该用负责人本人去提告，而不是用公司的名义去提告。各位可以理解吗？公司跟代表人本人是2个法律主体嘛，所以你提告的对象错误，提告的对象如果自己提告错误的时候，你要跟错误的对象去做和解，你会发现说，你的和解有效吗？你会变成你付了一笔钱，但是其实你没有解决任何事情。
那只要是发生著作权侵害的时候，我都一定会要求对方要在签和解的时候要去确认，尤其对方是权利人，就要去确认那个归属的问题，要有合约可以去做佐证，还要有担保切结，会比较保险。这是著作权特别会发生，那商标跟专利就还好，商标跟专利都还好。然后签约人身份跟代表关系，就是他们要有一个可以代表那个法律上的主体去签约的代理人关系，或是代表人的关系。那有时候和解契约会有一些履约的时限，比如说签约后7日内要提供登报道歉的立稿给对方，然后对方要在几日内把钱付款过来，就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约定啊。所以这个履约时限的话，就是要在合约里面特别注明。履行条件之后，有时候会需要通知嘛，比如说像商标跟著作就会有一个撤回告诉的问题，那撤回告诉的话，是不是可以附上条件去做撤回告诉的动作呢？还是说撤回告诉之后几天内要通知对照，他才有办法去给付尾款？这个部分就是履行条件的问题。那如果违约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整个和解契约就是不成立吗？还是说得撤销呢？怎么样？就是要讨论嘛。好，这一块是这样子。那违约罚则就刚刚讲惩罚性违约金的部分。那我这边有特别写一个是否需要注记为所受损害啊？这个是基于那个税务的考量啦。因为你的损失有可能是所受损害或是所失利益这两个类型嘛。那所受损害是原本就是你的，然后你损失，那人家赔你的方就是把你损失的部分补给你嘛。那所失利益是原本你该拿到的却没有拿到，那人家补给你嘛。那你会不会发现说哪一种要缴税？所受损害是我原本有一个手表被偷走了，他还给我，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那另外一个是我要拿我这个月的薪水，但是薪水被人家盗领走了，我没有拿到薪水，后者要缴税吧？因为我拿到薪水本来就是会算年所得，就是要缴税嘛。好，是不是这样？大概这样讲。所以如果我特别去注记是所受损害的这个和解契约的给付上面，国税局日后比较有可能会认定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所受损害，所以你不用再去缴一些所得税。那如果你本身就会如实的去做申报的话，那你就不用去管到底要注记所受损害还是所失利益的，反正你本来就会去申报，因为你多缴税，通常税捐单位比较不会有意见。那再来就是这些契约书是不是有页码跟期封章，是不是要经过见证公证，还是要支票或本票去做一个履约的担保？那我这边有一个一般来说我们再去商谈和解的方式跟场所啊，会有分2种啊。如果是外国客户的话，他就比较难直接来台湾去做那个商谈跟和解嘛，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委托我们去做一个书信，或是发传真信函，或是用电话的方式去做沟通。那双方的代理人沟通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是请双方的法律主体去做用印。但是这种无实体的情况下，也表示着对方要去追诉，或者我们要去追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就是因为对方在台湾其实是权利人在台湾是没有那个营业场所的，所以他要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都会花比较久的时间。但是最后还是有可能会谈成和解啦，因为有时候也不是很愿意去得罪外国的大公司，因为通常会做跨国的那个维权都是公司体制比较大。好，这一块。所以我们在无实体的情况下，有可能传真信函、电话跟电子邮件来来回回就可以达到一个和解的协议了。好，就可以达到一个和解的协议了。那你说刚刚在讲那个呈报侵权商品的时候，我们不用去点交吗？我不会点交吗？因为我们就是讲说几月几号之后，几月几号之后，你讲300件就当做是300件吧。那你说要几天去把它卖完，你就把它卖完。那如果你被我们抓到不是300件，就会有惩罚性违约金去做处理。当然有时候客户还是会希望看一眼，就是说是不是真的300件。假设啦，你藏了400件，你一共有400件，只报了300件，你其他100件就也不会给我看啊，你也不会给我看啊。所以去现场看有时候就不是那么有必要啦，因为你多的又不会给我看，因为你就是隐匿不报啊。那你少的干嘛要把它报成多的？你其实只有20件，却要讲300件，
这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好处吗？你说我20件卖完了，可以再卖280件，是这样子吗？就是你已经被抓到了，那我们已经写即日起，好，这样你可以要处理或者把它销毁，那你后面再卖，超过某个时间之后，可能就被认为是新的商品在那边卖，因为你卖的时间会有一个回溯的源头嘛。那如果人家已经叫你说日后不可以再卖，管你是写20还是300，好，因为你写300你写多，有可能会影响到在和解金的时候，在算那个基础上面，你就是要多15倍啊，20个跟300差了15倍耶。那我们有时候还是在担任那个被告方的时候，会有可能会在实体的场域去做和解啦。那和解的时候，有可能是任一方或是代理人，就是他的办公场所去做和解。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免费的区公所，这就我有在那个万华区公所做调解委员，所以我觉得区公所的免费调解真的是还不错。因为如果你的条款不是非常复杂的情况之下，你就是我说不是很复杂，就是说你就是断尾条款嘛，就是一次付清，然后有什么条件是立刻可以履行，好，那你很适合在区公所做调解。好处就是可以拿到一个执行名义啦，就是如果对方后面付钱没有付，尾款没有付，你就有一个执行名义可以直接用，而且又不用钱。那地检署的话，前提是你通常是提告有商标或是著作这种刑事告诉才会去地检署，他才会帮你去做一个调解庭的约定。可是有时候地检署又会把它丢回区公所，所以也有可能会地检署转介来区公所。那个区公所有没有管辖的限制？就是如果双方都同意由某个区公所去做处理的话，他就没有管辖权的限制，因为你们双方都同意嘛。那当然也要区公所同意啊，但是我没有听过区公所反对啊，因为你们就自己都愿意过来，区公所没有道理说不收。好所以各位如果有智慧财产权的纠纷要和解，可以指定万华区公所，就可以来我那边帮你们调解，当然也不一定排到我啦。但是有机会嘛。然后后面有一个法院跟公证人处，这2个都是需要缴钱啊，因为法院规费，法院的调解，你一开始就要缴提告的话就要缴裁判费嘛，所以你提告买了诉讼程序送调解，跟直接买调解程序都是要缴钱，都是要缴钱。那你说如果你的一个合约请公证人去做公证，然后去做成那个条款，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有一些强制执行条款，可是强制执行条款要写说双方有一方愿受强制执行，要写得很清楚。那如果你要弄这种强制执行条款，你干嘛不要直接就是区公所调解啊？因为你的调解条款如果没有很复杂的话，区公所基本上都能够处理。可是如果你有时候你想要请对方去做一些履约，去做一些履行的时候，你会比较适合在法院去做调解。因为我之前处理的调解案例里面，是法院的调解条款的拟定空间比较松，它可以要求一些比较花式的条款，就是像刚刚讲的你这边签约后10天内撤告，我这边才会在你撤告通知我撤告之后10天内去改公司的名称，可能公司有一些状名，改公司的名称。那我改完公司的名称之后，你就会怎样，就是会有一些时间序。那这种复杂有附条件的，就是只有法院比较愿意做这种调解笔录，因为它会涉及到执行处的执行问题。当然有的法院不愿意啦。好，那第3个登报道歉，就是如果要登报纸或者是登那个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粉丝页或者 IG。好，这都是可以约定的，因为法官有时候会说登报道歉很贵耶，要不要考虑登在官方网站就好了？那登在侵权人的官方网站，就是有时候侵权人会有点难堪，不好意思不想登，那就会说，那不然你登在那个权利人自己的官方网站，有他们签名，这样应该也可以吧？有时候就会有做这种协商。那这个道歉的形式的话，左边是一些文字的例稿啦，给各位做参考。那右边的话是直接把一个判决，刑事的判决放在官网上。当然你要把一些个资的部分去做一些相关的遮蔽，那这个部分就给各位做参考，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在那个扫描填写问卷。
那好像有人在上课之前有先把一些问题提出来，有讲到说，一个是授权契约条款的解析，授权契约条款解析，我有时候会参考一些，其实就是看你想要干嘛。比较简单的形式都是每个月要给付多少的权利金，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些学校的产学合作条约，产学合作条约里面就会有一些勾选的栏位，有可能是一次性的给付，有可能是一次性的给付，然后有可能是那个阶段性的算账嘛，比如说卖出多少商品，然后我可以那个支付或是收多少的权利金，还有就是说保底条款嘛，就是你至少要付每年要付我20万或者30万的权利金，然后你卖超过多少的情况下，我要抽你多少的权利金，就是会有那种阶段性的那个抽成。所以有人问授权条款的解析哦，就看你想要怎么抽啦，然后基本上都是有效的，关于专利谈授权第三方机构有哪些服务方案？第三方机构，我目前知道是那个工业局，它有一些辅导的过程。那你要谈授权，我自己事务所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觉得谁在用你的专利，你直接对他发警告函，然后就直接对他主张权利。那他如果觉得你的专利是有效的，他就会跟你谈授权，因为他会做一些回避嘛。所以对我们律师事务所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函去要求他付钱。所以如果你们来问我律师事务所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工研院的话，他们还有一个 TWCM 的那个 TWCM 嘛，我有点不是很确定那个缩写，就是它就有一些技术的那个平台，就是让大家放上去做一些行销推广。可是它固然是会成交啦，可是好像成交的状况我自己不会很清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答到问题。然后再来是元宇宙的图像，如 AI 生成内容，在制裁授权契约中是否需要设计特别条款，以应对独特的数位流通性和跨境性？AI 生成内容在制裁授权契约中是否需要设计？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就是你那个元宇宙啊的那个图像啊，是在哪一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因为你在哪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可能在那个你在签署那个平台授权契约的时候，已经有被限制了。就是你的元宇宙是指 FB 要推的那一个元宇宙吗？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数位流通性跟跨境性的话，基本上是各个国家的智慧财产权，它会有一些自己的特性。那如果你没有心思把每个国家的智慧财产权或者著作权弄到很熟的话，你就是还是约束一些基本的条款去限制使用范围。那如果你是跟平台签约才能够做，就是那个使用者授权契约的话，你有权利去要求 FB 去修改条款吗？好像就有困难嘛。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不是很肯定我的回答是不是你要的，就是你可以设计啊，可是对方不一定会愿意，那个平台不一定会同意你的设计嘛，那就会叫你不要用。若发生元宇宙的图像侵权，考虑去中心化平台的特性，和解契约要如何拟定，以确保执行力？这个是元宇宙图像侵权的话，它的去中心化如果没有办法确保谁是权利人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你签约的对象是正确的？因为之前像那个加密货币不是有卖一些相关的那个图片，然后说可以帮那个虚拟的图片去做一些加值服务。可是你现在有一个前提是，你怎么证明上传图片的人就是创作者？这不就是创作保护主义里面原生的难题吗？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创作啊，可是你创作到上传就会有一个空窗，那你怎么知道这一个上传的人就是创作者？
那你跟一个不是创作者的人买权利，有可能会买错哦，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和解契约授权对象的问题。好，所以元宇宙图像侵权和解契约如何拟定，我会觉得应该要先确定谁是权利人，他要怎么证明他的归属，那个创作历程要完整。那个滚石移动股份有限公司有问一个音乐维权，音乐维权好像不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主要的讲授范围，因为主要在讲和解契约的一些拟定。那如果你的维权有牵扯到刚刚讲的那个排除侵害、下架跟那个损害赔偿的话，你就可以参考前面的部分。制裁授权和和解条款的 key point， 就是要确定签约者是谁，然后再来是权利无效的时候要怎么处理。然后有人问到说，后面有人问到说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不正竞争的情况啊？我觉得这算是比较深的问题，就是智慧财产权它是不是会造成不正竞争的情况？比如说搭售啊，强烈建议售价，或者是实质控制对方的，就是你有一些控制条款，造成他们公司法或是一些，就是你透过一些智慧财产权去限制对方做一些事情，那这个限制到底合不合理？这个就可能会有所谓，就是真的会有那个不正竞争。但比较常见就是做一些搭售啊，或者是一些基本售价订定，影响到消费者。所以我在评估那个条款会不会有不正竞争，都在看说这个部分到底会不会造成消费者物价上涨一些可能性。如果对消费者是不利的，它就可能会有造成不正竞争，这是一个判断方式。然后第一个是说，这个在竞争秩序是不是会被认为说是一种奥博？奥博是智慧财产权没有办法直接处理，但是它又有实质造成不公平的情况，这个就有点哲学了，就是恶意才能够，你要去举证它的恶意才能够去证明这个不正竞争，会比较复杂。所以我们都是会非常的个案。然后还有问说，买卖前应该注意的国内外法规哦，确定他是不是权利人最重要。那国内外法规的话，涉外的部分就看你是哪一个国家，你就要去问那个国家需不需要登记嘛？登记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你都买立刻去登记，大部分比较不容易出问题。不管是采登记对抗还是登记生效的国家，日本是采登记生效，都是尽量登记，比较不会有问题。那还有人问智慧财产权授权契约整体与应备的条款。公版的合约你就是看产学合作比较简单，然后私人的合约的话就会有点复杂，因为有一些会有要求一些，我觉得可能会涉及不正竞争的部分，但是那要是个案而定，就是要去讨论。如果你有什么相关的条款的话，也许可以再讨论看看。那有没有人问？有人说，公平会对于存证信函、警告函有处理原则去符合条件才能够寄发，但还没有的话，随意寄发警告函可能会遭到罚款。请问这部分该怎么办？在没有比较难取得合法证据的情况下，也无法随意寄警告函。这个我好像在之前的课程有提过了。所以基本上呢，公平会它就是要求说，你越知道上游是谁，你就发最上游，不要直接看到黑你就开枪，尤其是不要对越下游的电商平台或是一些通路直接动手，要就是往最上游去主张。那最上游是你买一个商品上面写谁是进口商，你就是先对进口商发函，再对经销商发函，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事实内容你就写清楚，你是几年几月几号拿到了，然后你有请智慧财产权的相关事务所去做分析觉得是那个有落入侵害的，那请你就尽速确认。所以如果你会担心的话，就请专业商标事务所或是律师事务所帮你代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原则上就是先上游，越上游越好，然后再往下游寄，就是一个一个确认有收到，再往下游、中游寄，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如果各位没有特别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还有课后问卷再请那个同事提供，谢谢。